容妈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多白头发，而且脸好像也胖了许多。长青，你怎么了？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这怎么会呢？没事啊，不记得就不记得啊。有容妈在啊，容妈会保护你，会看着你的啊。长青，好点没有啊？容妈呀，听说你病了，特别着急，当时就急昏了。丁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着急是容妈的本分，用不着你在长青面前替我邀功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想见到你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走啊！我记得长青和我说过，容妈呀，最近老是觉得头昏，你还要带容妈去看医生，对不对啊？要是容妈真的觉得身体不适的话，就要回到乡下去休养。谁说我不是的？哼，我身体好好的，我不要回到乡下去休养。容妈，你要是真的有病在身的话，还要操这么多的心，那要是真的病倒了，最伤心的就是长青啊。长青，阿姨说的对不对啊？你走开！容妈休不休养是我跟容妈之间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。倒是看不出什么破绽。孩子，我给你熬了点你最爱吃的鸡汤啊，我给你端，吃点哦。长青，容妈，我来吧。不用你，你这个女人听不清楚话吗？我让你走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赶紧走！哎，丁小姐啊，我们长青不喜欢看见你，为了她的身体，请你回去吧。那好吧，那长青你好好休息，阿姨过2天再来看你啊。哎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你这么不小心怎么办呢？不过没关系啊，长青，那就吃阿姨给你做的吧。阿姨给你做的搅馄饨。哎呦，我宁可饿死也不要吃你的东西。长青，不吃就不吃啊，家里还有鸡粥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容妈，丁雅琴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我一定要让你离开沈家。长青，不生气了啊。你看阿姨给你带了什么？看，妈妈，爸爸说你去了天堂，那里的小朋友和向日葵更需要妈妈的照顾。妈妈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来照顾这里的向日葵，好让它们能快快长大。可是，妈妈，长青真的好想你。妈妈，快躲下吧，雨下这么大，你会感冒的。你不要管我！这些花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了这些花，你这么不管不顾的。这是我妈妈
说了，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有助于唤醒记忆。你看看，看你能不能想起点什么。这么难看的画，谁画的？长青，你不记得这幅画了？这是你从小最喜欢的画呀，你当时喜欢的不得了，任何人都不能碰一下的。什么幅画呀？谁记得？长青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仔细看看，你当时非常喜欢这幅画的，你看看能不能想起点什么？看你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什么不画呀？你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呀？我讨厌你！你走啊！我要看到你！你走啊！你不要再生气了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阿姨叫人把它们清扫掉就是了。来人，都扫干净。长青啊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阿姨过2天再来看你。孩子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四处找你找不到，吓死我了！赶快，粥都快凉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容妈，你先不要紧张。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城市，灯火都失去了颜色；没有你的日子，世界都停止了呼吸。上来吧。哎呀，老板，滚开啊！讨厌。什么？是丁家两母女害的你？容妈，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，让丁佳慧和丁雅琴搬进我们家。
这两母女的心肠真够狠的，他们竟然那样对待你妈，现在又差点害死你。你说你平时对他们好，他们怎么狠得下这心，下得了这毒手啊？是我太天真了，他们那样对我，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往坏处想。他们在我们身边整整演了10年的戏，我们被他们逼了整整的10年啊，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想想心都寒了。容妈，都怪我，你已经提醒我很多次了，可我就是不听话，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结果。这一切都是我应该承受的。孩子，你也别怪自己了，那女人那么厉害，何况你只是个孩子。你说，连我们这些大人都被她骗了，怎么办？不能让他们母女再留在你的身边，他们那么狠毒，一定会再害你的。不如我们报案吧。我也想过报案，但是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证据，就算是报案，也会无济于事，反而打草惊蛇。如果让那对母女发现我已经知道了一切，有了防备，将来再对付他们就很难了。哎，不如告诉你爸爸，你爸爸一定会帮你的。爸爸很早以前就已经和丁雅琴在一起了，更何况丁佳慧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一定会帮着他们母女俩的。就算我告诉他，他也不会帮我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巴维森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外公早就说了，当年你外公反对你妈妈跟他在一起，你妈就是不听，你看结果，哎呀，你妈就是没有代言识人。容妈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毕竟是我的父亲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不会的，他们伤害了我妈妈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如今我死而复生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他们欺负的沈长清了。我为了不让那对恶毒的母女怀疑我已经知道真相，也为了保护自己，更是为了替我死去的妈妈讨回公道，所以我只能假装失忆，做出一副任性大小姐的样子。以后再想办法把他们赶出沈家。孩子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容妈一定会帮你的。可是孩子，这母女俩绝非省油的灯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天衣无缝，要有计划，不能盲目行事啊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次去北京不是去碰撞浪漫火花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难道说那千金小姐是侏罗纪公园来的？那倒不是，我估计是火星来的，真的不可理喻。那不正好吗？金星撞火星，火花四射嘛。想我们老板正是玉树临风，才高8斗，貌比潘安，赛至诸葛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杰森，哎，这1个多月不见你，你贫嘴的功夫倒是大为见长啊。
喂。你好，我是丁佳慧。哦，丁小姐你好。上次的事情呢，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所以想请你吃顿饭，有时间吗？我现在人在深圳，恐怕没时间跟你一起吃饭。哦，你已经回去了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的行程需要跟丁小姐报备吗？是。哦，护士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沈长青的病房是在几号啊？在那边。哦，谢谢啊。佳慧，赵毅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不是出国了吗？哦，我刚回来，听说长青病了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你呢？哦，我妈妈给长青熬了汤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好啊，走。长青，长青，祝你早日康复。长青，我帮你插起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想见到你吗？你赶紧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，长青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是谁啊？啊？我是赵毅，你的师兄啊。长青，你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？赵毅哥哥。啊？你是赵毅哥哥？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沈长青连赵毅都不认识了，看来他是真失忆了。长青，你怎么连赵毅都不认识了？你看他多难过。喂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让你走。长青，我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从来都没有姐姐好吗？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赶紧走，而且把你东西拿走，我不喜欢吃你的东西。长青，你这……长青，干嘛呀？长青，你先别生气了。你啊，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身体给养好，对不对？没事儿，想不起来我没关系。等你把身体养好啊，哥会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沈长青，凭什么大家都喜欢你？我要把你拥有的一切都夺过来。佳慧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你也知道长青他不是故意的，他这不是生病了吗？我不是生长青的气，我是替长青难过。真没想到他连我们都不认识了。看到长青这样，我真是难过。别难过了啊！我真恨不得能替长青他承受这一切。长青他能有你这样的姐姐，他应该很知足才对。好了啊。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只是跟他做了那么多年姐妹，看到他这样，我真的很好，别难过了啊！来，别坐着难过了，我请你吃点东西，能否有幸请丁大小姐吃个晚饭？好吧。慢点慢点啊！来，长青，小心啊！来，哎，来。哎呀，长青啊，是长青回来了，回来就好了，快快快，进去进去。怎么样你啊？小姐回来了。慢点啊。长青啊。长青，你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挂在这里？拿走，拿走！长青啊，哎呀，长青你，哎，
长青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你小时候你丁阿姨为你办的生日宴，你忘了吗？你丁阿姨为了帮你选购生日礼物，为了亲手给你做生日蛋糕，花了多少心思呀？你怎么把它给摔了呢？我妈妈的照片呢？我妈妈的照片呢？把我妈妈照片拿出来！赶快去把照片拿过来！哎，小姐，你妈妈的照片拿来了啊！我妈妈永远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谁都不可以把她的照片拿下来。好，以后我们大家谁都不动那个照片。我扶你上楼吧。别碰我！小姐，长青，怎么了？顾爷，没事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长青他刚起死回生，他身子还很虚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不留心他呢？长青啊，摔疼了没有？爸爸把你扶起来啊！快起来！来，快起来啊！怎么样？都是你这个女人，你天天缠着我爸爸，我爸爸以前都不舍得骂我一句，现在居然为了你这样对我，都是你啊！沈长青，我妈妈好心好意扶你，你为什么要推她啊？哎，这是沈家，哪来的野丫头在这撒野啊？啊，你敢说我是野丫头？你不过就是个保姆，你凭什么说我？沈长青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容妈是长辈，你凭什么说她呀？佳慧，长青啊，都是佳慧的不对，我替佳慧向你道歉。妈，哎，好了，容妈，赶紧把长青送回房间去吧。爸爸，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们为什么会住在我们家？我不要看到他，我要听我说，走，长青，走啊！不要看到你们。容妈，快给长青上楼。长青，长青听话啊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听话啊，好好休息啊。长青听话啊，跟容妈上楼。不要让他们住在我们家。别说话。丁雅静，丁佳慧，我再也不是以前任由你们欺凌的沈长青了。长青，妈。孩子，容妈给你熬了营养汤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枣泥糕，吃点啊。刚从医院出来，身子还很弱，吃点，补补身子。长青，吃点啊。容妈，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，我闻见这个汤我就会反胃。不吃就不吃吧，啊，没事的啊。容妈，容妈知道你心里的恨，但是你要学会忍，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你的破绽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一点点机会。他们那样对待你妈妈，现在还要害你，总有一天，一定要让这母女俩为他们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是我曾经太天真太傻了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，揭露他们的真面目。
从今天起，我会一个人面对所有困难，会变得更加勇敢，更加坚强。就像你喜欢的向日葵那样，无论昨夜的暴风雨有多么的猛烈，只要太阳出来，就会挺直腰杆，永远面对太阳微笑。还疼啊？啊，你轻点，疼着呢。没关系啊，就这么敷着，肯定肿不起来啊。这该死的沈长清，怎么下手这么狠？沈长清也真是的，这失忆了，简直和以前判若两人。佳慧，你可不要招惹他。那我也不能就这样让他沈长清白打吧？那你要干嘛？你还要和他打吗？哎，佳慧，我和你说，妈妈只要一天没有和你爸爸结婚，咱们暂时就得忍着，咱们得小心谨慎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妈妈和你说得很清楚了。佳慧，得沉得住气啊！长青，谁让你随便进我房间的？出去！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你现在给我出去！白天是我不对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没有顾及到你还生着病。我和你无话可说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出去！长青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？我们常常躺在一张床上，聊着心事。你呢，从小就没有妈妈，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们是同命相连的好姐妹。长青，虽然你失去了妈妈，可是你比我幸福多了，至少你妈妈还陪了你这么久。我爸爸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就离开了。我现在都不记得我爸爸什么样子了。姐姐，你别难过，以后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。不许碰我妈妈的照片！李佳慧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是很故意的！为什么要摔坏我妈妈的照片？你就不要摔坏它！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碰我！你碰我！小姐，小姐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是干什么？龙妈，他把我妈妈的照片摔坏了。你为什么啊？你怎么可以？长青，长青！爸爸，有人欺负我，把我妈妈的照片摔坏了。长青啊！你这个女人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不是，长青，你听我说。我妈妈的床上，你滚起来！你滚起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滚下来！我不许你待在我妈妈的床上！你滚下来！你滚下来！长青，求求你放了我！长青！长青，放开阿姨！长青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她为什么会在我妈妈的房间？你看，她翻眼了！长青，你放手！还有你们都在这干什么？想造反是吧？给我散了！爸爸，她这个女人很坏的，她是在骗你，你为什么要相信她？长青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看到她，我讨厌
青，你冷静一下。长青，你听我说，长青，她是你的丁阿姨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爸爸，长青，长青，你怎么了？长青，你怎么了？长青，我的头！长青啊，这怎么是好啊？你身子这么虚弱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快叫医生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受刺激了呀！没事，孩子，没事。不能看到这个女人，爸爸。没事。爸爸，我不要。好了，我不要看到这个女人。没事，孩子。通过刚才各部门主管上报的数据和统计资料看来，上一季我们沈氏集团的运营状况依然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，下属各分公司也都处于盈利的状况。大家辛苦了，希望各位再接再厉。好，今天的例行董事会就开到这里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董事长，我还有件事想和大家说一下。沈小姐马上就要满22岁了，按照沈老先生的遗嘱，沈小姐可以很快接掌沈氏。不知道董事长有什么打算呢？长青的情况呢，大家已经知道了。他现在大病初愈，身体还很虚弱，而且在记忆上依然有所障碍，所以恐怕在短时间内无法接掌沈氏啊。就算沈小姐失忆，我们也应该尽早的把她接到公司里来进行培训。也许沈小姐哪天就恢复了记忆呢？哼，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？这说的有道理。我也是这个意见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寻找一些专家帮助沈小姐康复。另一方面呢，应该尽快的安排她到公司来实习。总之啊，无论沈小姐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接掌沈氏，她都是公司的大股东，未来沈氏的接班人。是沈小姐，是的。长青啊，是爸爸，开下门好吗？啊，来了。爸爸。还没睡啊？哎，在找什么呀？妈妈留给我的胸针不见了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。长青啊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那个胸针坏掉了，爸爸已经帮你拿去修了。是吗？可是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来，孩子，坐下。爸爸有话想跟你聊聊。长青啊，你告诉爸爸，你是真的那么不喜欢你丁阿姨吗？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到她就会浑身不舒服，而且头也会很痛。要不然这样，爸爸，你让我去公司怎么样？怎么又突然想去公司了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要是在家里的话，肯定每天都会看到那对母女的，那样子我也没有办法专心养病。倒不如去公司的话，还可以稍微清静一些。无论沈小姐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接掌沈氏，她都是公司的大股东，未来沈氏的接班人。是。不行，你的身子还没有痊愈呢，不能够太过操劳。你现在就去公司，怎么吃得消啊？长青啊，爸爸考虑了很久，已经决定了，让丁阿姨母女搬出去，好让你在家里安心养病。你的健康是家里的头等大事，只要你的身体能够好起来，爸爸什么都听你的。真的吗？谢谢爸爸。乖。我就知道，爸爸对我最好了。长青啊，
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爸爸也老了，有时候难免会做出些糊涂事，你可要多体谅体谅爸爸呀。知道啦。魏森，我不能搬走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让我们娘俩孤苦伶仃的搬到哪里去啊？再说了，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悉心照顾长青，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他干嘛要这么对我？雅琴啊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现在是个特殊情况，长青失忆了，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陌生的女人来代替他的妈妈。雅琴啊，现在为了让长青能够安安心心的养病，就只好委屈你了。魏森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受的委屈还少吗？我不是都忍下来了吗？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我这一搬走，就再也搬不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让你们搬出去只是暂时的，我保证，只要长青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慢慢的能接受你们了，我立刻把你们给接回来。妈，你说什么？爸让我们搬走？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赶紧收拾东西，收拾好了马上走。妈，我不走，我们凭什么要走？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别墅，我不想再搬出去。凭什么？就凭这里是沈家，不是丁家，也不是潘家。我早跟你说过的话，你都当成了耳边风。现在好了，要搬走了，你知道珍惜了。妈，你再去求求爸爸，就说夏慧知道错了，别赶我们走。我真的不想搬走，我不想再像小时候那样受人欺辱了。妈，我不搬，我真的不搬。妈，求你爸也没用，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沈长青他有病，你不要去招惹他，可你就是不听，不但要招惹他，还和他打成了一团。就冲这一点，就足以把你赶出沈家。我去求爸爸，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给我站住！别给我丢脸！那怎么办？难道这么多年终究是一场梦吗？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啊？哭什么？我们只是暂时搬出去。沈一如已经去世这么多年，到时候期限一到，你爸爸和谁结婚，这谁也管不着。沈长青，容妈，哼，死老太太，10几年我都忍过来了，可忍不了这几天。早晚我会再回来的。妈，你看长青在那儿呢。看什么？你看长青在那儿看我们，你看。哪有什么呀？看花眼了吧？走吧。对了，王叔，你应该在我们家工作了有几十年了吧？长青记得可真清楚啊！最早呢，我是受雇于你外公。你外公没了以后呢，我就给你妈妈开车。现在啊，我又为你服务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。其实今天，我想麻烦王叔一件事情。小姐，请吩咐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你也知道的，我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，所以想学点防身术，
就当是业余爱好。女孩子学防身术最好是先学咏春拳。咏春？我一个朋友啊是咏春拳的高手，过一会儿啊，我跟他说说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不过王叔，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别人知道，包括我爸爸在内。我明白，请小姐放心。谢谢王叔。怎么了，佳慧？啊？你这出什么事了？赵毅哥，佳慧，你先别哭啊！出什么事了？告诉我啊！来，擦擦。哎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！我从小就没了爸爸，一直跟我妈妈相依为命。自从进了沈家，本来以为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可是现在长青不认我，还把我和我妈赶了出来。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真的对我好吗？哎呀，好了啊，别难过了。